夜晚打游戏时，有个女玩家玩得太菜，被队友喷得挂机了。不久之后，她重连上来，带着哭腔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刚刚烧水给儿子洗澡，把它放在水盆里，结果我忘了关火了。现在它熟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我被女玩家的话吓了一跳，仔细看了看这辅助的游戏昵称，居然叫公主玩游戏，一听就很矫情。这时打野喊了起来：“大姐，你不要吓人行不行？”射手也说：“不想玩就算了，大半夜吓人就没意思，投了吧。”说完，他发起了投降投票，可是玩法师的队友没有开麦，一下子就点了拒绝。游戏还在继续，公主哭着说：“呜呜呜，是真的，我儿子他都煮熟了，怎么办好啊？”我忍不住质问他：“我从没听过有人把孩子煮着洗澡的，请问你是咋想的？”公主哭着解释道：“我本来煮好水了，开了一局游戏，水就凉了，你们又骂我，我着急，我就连盆带碗一起放在了炉子上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顿住了，停顿了2-3秒之后，他才恶狠狠地吼道：“都怪你们骂我，都是你们的错，全都怪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很明显，大家都懵了，谁料得到他会怪罪在我们身上啊？打野好声好气地安慰他说：“大姐，你先别这样，你把孩子抱出来，然后打120啊，也许还能救。”公主却哭着：“没用了，我一抱他，他的皮就融下来了，没救了，他没救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。”射手在游戏对局里打字告诉法师：“快点投降，辅助家里出事了。”法师立刻打字回应：“垃圾辅助，逼是那么多，那就投。”说完，他点出了投降，我们也一一同意。虽然公主还是哭着责怪我们，但游戏总算顺利结束了，我也舒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 QQ 弹出一个好友申请，备注是上一把游戏的打野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还是点了通过。对方上来就跟我说：“完蛋，那女人不会真把孩子煮熟了吧？不会真来找我们报仇吧？”我忍不住反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 QQ 号的？”他一句一句地回答我说：“营地里一查就能看到了，因为刚刚那把游戏是附近对战的匹配模式，这说明那个辅助他也是附近的人啊。他说不放过我们，说不定真能找到我们的呀。”最后这句话吓得我手都抖了一下。冷静下来后，我连忙安慰他：“别说的那么恐怖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人的呀？”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安慰他，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。打野回答我说：“我也加了刚刚一起喷他的射手，他跟我一样是住在天通苑的。你呢？”卧槽，我也是啊！打出这句话，我马上又纠正道：“不对，这里住了60-70万人，咱匹配在一起很正常吗？”他又问道：“最诡异的是，我们都在4区，你呢？”我也是啊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后背已经渐渐凉起来了。打野继续连发了几条信息给我，果然如此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加上法师了，我问问他什么情况。如果我们仨住那么近只是巧合，那他不至于也住在这里吧？好，你去问问，我等你消息。然而因为事情诡异，我忍不住上社区论坛查了一下。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到一个新闻，天通苑这里还真出过事，跟今晚那个辅助公主发生的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，也是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热水，也是打游戏忘记时间了，把孩子给煮熟，这居然是真事。但我一看报道的时间更不淡定了，这是7天前发生的事啊。而这时候打野又找我了，法师也住在天通苑，事情非常不对劲。我拉个群说，我的额头瞬间渗出了冷汗。群里一共4个人，除了那个女人之外，4个都齐了。我反手就把刚刚看到的新闻链接扔了进去，你们先看这个，是不是跟今晚发生的是一模一样？他们看到后瞬间也炸了。打野率先说道：“你们看到最后了没有？这个女人后来被她老公砍死了。”我立刻打字回应：“是啊。”他死后到今天刚刚好是7天，7日回魂啊！这是法师说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突然就惹到鬼了呀？射手说，不行，咱们就报警吧，别等真发生什么才行动，那就太晚了呀。打野却又说，如果真是鬼魂，报警有什么用？还是快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我也觉得要做点什么，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而就在这时，射手却私信我说，打野有没有问你住所？你告诉他了吗？我回答道，问了，但他没问我住哪栋楼。射手回了我一句，因为他问了我，但是我没说，所以他不敢问你了。我连忙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立刻回复，打野有问题。夜晚打游戏时遇到一个女辅助，为了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竟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，结果因为打游戏忘记时间，孩子被煮熟了。射手私信我说，打野有问题，他找上我们，还像是预先知道我们住哪里一样。你信不信待会提出什么办法的也会是他？他这句话才刚发出来，我就看到群里打野果然在出主意了。各位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看？跟射手猜的一模一样。射手假装配合的在群里回应道，你说什么办法？如果那个公主真是鬼的话，
那他更能找到我们了。我们总不能等着他找上门来。我想，要不我们上门去找他吧，给他祭拜一下，让他放过我们。看到他这么离谱的提议，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射手也给我发来私信说道，你看，他果然提出这种馊主意了是吧？我回复道，的确是，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？我们去群里聊，把他的真实意图给套出来，说不定那个什么公主跟他是同伙呢。我马上切回了群聊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之前脾气不好的法师居然赞成了打野的说法，去倒是没问题。那你知道那个煮死小孩的女人，她住哪里吗？打野回答说，这不是有新闻吗？我可以找人打听打听。果然事情似乎要按着打野的想法去发展了。而此时射手开口插了一句话，你不用找人打听了，我知道他住哪个单元哪号房。此话一出，我连忙私信问射手，你真的知道那个公主住在哪里？射手没好气地回我待会发我的住址门牌号不就行了？我就看看打野会有什么反应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组织你们找过来啊。原来如此，群里打野在追问射手，你知道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射手继续编造事实解释道，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这个新闻，而且我认识她老公。你们确定要去吗？要去的话我就发地址。本来我还以为这些话能唬到打野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打野却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那还用说，赶紧发出来。射手倒是行云流水的把地址打了出来，然后还挑衅般说道，就是这里了，怎样？现在一起过去，在门口集中。我更懵了，按这个情节，我们是要到射手家里去聚一趟的感觉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多话的法师却突然开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们？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这句话更是把我弄迷惑了。而说出这句话的同时，法师居然发出了他跟射手的私聊截图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俩聊天的内容几乎与我的聊天一样，也是怀疑打野，也是说要把自己的地址发到群聊里。最要命的是，法师还补上一句话，这就是煮死孩子那个女人的地址啊！我惊呆了。想不到这个射手一面私下挑起我们对打野的怀疑，一面做着引诱我们去那个女人家这种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女人的地址？在拆穿他之后，法师继续追问道，你还骗大家说是你自己的地址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受到质问之后，射手却仍然理直气壮地解释，我并没有什么企图，相信我，我是被逼无奈才这样骗你们的。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能懂吗？我忍不住打字质问道，我不懂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你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匹配到同一局游戏的？射手又解释说，我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的了，还不懂吗？我是受到威胁了呀。至于我们是怎么排到同一局游戏的，我确实不知道原因，也不是我做的。但你们真的都跟那个女人毫无关系吗？射手艾特了法师，问道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发出来的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女人的地址呢？法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没错，我当然知道那个地址了，难道就不能是我之前看到新闻好奇打听的吗？就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不可能大夜晚的跑那里去。那一刻我又有点懵了，这两人仿佛知道很多内情，但他们却不愿意坦白说出来，只是互相打哑谜。射手又补充反问了一句，如果你们都认为自己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随时都可以退出这个群。我终于忍不住连续发了好几句争辩道，这不还是被刚刚游戏中那个女人给吓到了吗？我也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。你们要是知道实情就直说呀，藏着掖着干嘛？今晚游戏里的女人到底是不是7天前煮熟自己孩子然后被老公砍死的那个女人？没想到射手却异常冷静地回答了我一个字，是。我头皮都发麻了。然后他又继续对我跟打野发出灵魂质问，上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事，你能在几分钟内搜出关于她的完整新闻报道？还有打野你要是没一点问题，你会一开始就组织大家要去那个女人家里？看到第一句我正要辩解，可是看到第二句我却沉默了，因为可能群里的每个人都有问题。